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昭君学院。你一定或多或少的听说过旅程地图，它一直是我们经常会在设计项目中见到的设计调研工具。它有很多名字，比如用户旅程地图、客户旅程地图等等。客户的讲法会更狭义一些，因为并不一定我们所有的用户都是消费者，但你可以把二者看作是一回事，毕竟比起如何称呼它，它的含义要更为重要一些。在这期视频中，我们会用一个优衣库的案例带你理解旅程地图的含义，同时手把手带你学习如何制作旅程地图。其中视频中使用的旅程地图模板，我们会免费提供给大家学习。另外，还有我们精心挑选的多份用户旅程地图案例。如果你也对本期视频内容感兴趣的话，那我们就一起看下去吧。在尼尔森诺曼的网站中，旅程地图的定义是一个人为实现目标而经历的过程的可视化。整个旅程图被分为了3个部分：视角、经历与见解。一个旅程必然要有经历的人，也就是我们需要一个立场、一个视角。所以首先要建立一个特定的用户角色，这是我们在用户旅程地图的第一个元素。我们的旅程会站在用户的立场上展开，不同的用户角色也会导致不同的旅程。接着，我们要确定场景、目标和期望。我们需要把用户放到场景中，在场景中，用户也要有一定的目标和期望，如此他们才会出现一系列的操作，经历一系列的事情。目标和期望通常是相关的，比如在超市中，你的目标是购买商品，你的期望是买到又实惠又好用的商品。以上就是第一部分的元素，然后我们来进入下个阶段，经历。经历的第一部分是旅程阶段，用户完成目标的过程就是所谓的旅程。从时间线的角度将其分成若干阶段，旅程阶段是比较概括性的，而具体的操作我们会放在下一部分。行为、情绪与想法。行为是用户在相应阶段中采取的操作与步骤，思考和情绪都与具体的行为相对应。情绪曲线可以很好地展现用户心情的起伏。最后一部分是见解，也就是你从上面经历中获得的一些信息。你可能会提取用户的一些问题、一些痛点，接着我们会思考这些可以用设计去解决吗？有没有更好的改进办法？这些都是我们的机会。这就是旅程地图的含义以及所必备的7个部分。你都可以在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定义中找到对应，它们的可视化结果也就是我们的旅程地图。用户旅程地图可以用于设计的调研阶段，帮你找到设计的切入点。它也可以用于商品的迭代当中，帮助你寻找可以改进的地方。除了在设计上的好处，旅程地图也可以帮助更好的沟通。小组中，它可以帮助整个团队形成一致的心智模型。对于和非设计伙伴的沟通，旅程地图的场景化优势让它能够准确、高效地传达你的设计想法。听到这里，可能有些同学还是搞不太明白，那么一个实例可能会更好地帮助你理解。下面让我们用一个来自新加坡大学的优衣库自助结账 App 的案例，结合它来学习旅程地图的制作流程，以及后续分享模板的使用方法。用户旅程地图制作步骤的第一步是定义我们的范围。你可以将用户旅程地图看作是一个细化的过程，但是一开始的范围也不能过于庞大。我们首先要圈定研究的范围，而后才能更好地找到设计的重点。在这个项目中，用户旅程地图被用于定义阶段。成员们在一系列的考察后，发现购物者很少知道优衣库有一个可以自主结账的 App， 也不知道 App 可以提供一些专享折扣。除此之外，一定程度上，它还可以解决一些排队的问题。基于这些知识，他们制作了购物者的用户画像和旅程地图。制作步骤的第2步是建立用户角色。在这个设计项目中，他们制作了2个用户画像，一位是有2个孩子的人力资源经理，另一位是对品牌忠诚度较高的大学生。根据这2个用户画像，他们都制作了相应的用户旅程地图。我们以前者为例，结合我们分享的模板，手把手带你制作一份用户旅程地图。
项目的其他部分你也可以在这个网址中自行查看。模板的第一部分就是建立用户角色，在这里你可以更换照片，并且介绍一下你的用户角色。凯蒂的职业是人力资源经理，他30岁，有2个孩子，经常通过网购购买家庭的所需品。购物过程中会使用搜索功能，同时比较关注折扣。第3步是确定用户的场景、目标和期望。根据用户角色，我们选取网上购物的场景，你可以另外复制一个窗格，也可以在标题处说明。定义场景中用户角色的目标和期望。凯蒂希望他可以找到优惠券，快速获取折扣，找到高性价比的商品，可以跟踪商品的物流信息。至此，我们的第一个部分就完成了。在这里，你可以添加更多详细的信息，使它成为一个完整的用户画像。但作为旅程地图的一部分，交代清楚角色、场景和目标期望就足够了。第4步是确定阶段。凯蒂的购物过程可以分为购物前、购物中、购物后3个阶段。购物中的阶段比较长，我们可以再分为浏览、挑选、添加购物车、结账3个阶段。我们可以把这些内容填写到我们模板的阶段部分，如果不够，可以通过复制进行添加。第5步是列出接触点与行为。接触点是指每次与客户产生交互的地方，有接触就会有一系列的行为。在这一部分，我们会把用户在接触点的每一个行为放到阶段的对应位置上。在购物前阶段，凯蒂发现了优衣库的 App， 并决定在优衣库上网购。你可以在模板中调整尺寸，以确保对应。在浏览查找阶段，凯蒂浏览了应用程序，探索其使用方法。接着，他会用筛选或者搜索寻找目标商品。在加购物车阶段，凯蒂看到了心仪的商品，并把它加入购物车。在结账阶段，凯蒂使用网络账户结账。购物后，凯蒂收到商品，考虑是否要把它留下。第6步是搜集数据、反馈并进行整理。搜集用户角色在每一个操作时的想法、见解与情绪。你可以将想法和情绪曲线相结合，也可以对模板进行一些自由的改动，比如将想法单拎出来。接下来的制作我们竖着进行，填写每一个行为对应的情绪与想法。你也可以横着进行。在凯蒂发现了优衣库的 App 并进行选择时，他可能会想到优衣库的质量是可以保证的。我在这上面买会更便宜吗？它会不会很快的上新？在这一部分，凯蒂比较期待，所以我们会在模板带的组件当中复制一个好心情，放到对应的位置。然后凯蒂开始探索 App 的使用方法，他的想法包括导航栏按钮在哪里，商品分类在哪里，这个促销活动到底是什么。面对一系列的新选项，他可能会有一点点困惑，所以凯蒂决定用搜索和筛选来寻找商品。他会想，这能搜到吗？搜索出来的结果是否可以进行筛选呢？我可以用颜色或者尺寸或款式来筛选吗？功能有些复杂，而且他还是没有找到心仪的商品，并且他想要对一些类似的商品进行一些比较，却没有类似的功能，所以在这个阶段，凯蒂有点不太开心。凯蒂在浏览的过程中会把自己想要的商品都加入购物车，但是这些东西确实加进去了吗？它能在里面保留多久？我如果买很多东西，它能给我减免邮费吗？虽然有这些困惑，但因为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，所以他的心情变好了一些。挑选完商品，凯蒂在 App 中结账，他想知道折扣是怎样的。但是获取折扣好像还需要手动输入优惠券号码，以及付款的时候，凯蒂看不到付款的相关细节，所以他觉得有些担忧。在接到商品邮寄以后，有些东西他确实不太喜欢，想要进行退换。那么退换货的时间有多长？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些规则呢？我该怎么做呢？凯蒂有些疑惑，但不至于困扰。在这里，你可以选择一个中间的情绪来表达。最后，我们连接起每一个情绪表情，就可以得到一个情绪曲线，来显示每个行为中凯蒂的心情。至此，我们就完成了旅程地图定义中介绍的第4个部分。第7步是寻找机会点。对于凯蒂的经历，你可以提取到一系列的痛点和存在的问题。
比如找不到促销、导航栏不容易发现、筛选工具不容易发现、筛选类目不符合用户心理模型等等，你都可以把它放到问题这一栏。为了节省时间，在这里已经填好了。对于上面所发现的问题，你又有什么解决想法呢？这些就是我们可以做的更好的机会。对于凯蒂害怕错过折扣的担忧，我们可以通过折扣内容的推送，甚至一些个性化推送来改进。以防这个功能过于烦人，还可以设置推送的频率和选项。对于导航栏的问题，我们可以将重要的导航按钮设计得更加明显。在这部分，我们可以增添筛选的类别，以做出更加符合用户心智模型的筛选，并且对搭配的相关商品进行推荐。添加购物车的商品如果临近过期需要提醒，若下架也要通知客户。部分要显示清楚邮费的情况，标注好最佳的免邮方式，如还有多少元就可以免邮费等等。发放优惠券时采用最方便且实用的方式，付款时自动填充优惠券码，并显示清楚付款细节。这部分是购物后的阶段，针对以上问题 ，App 要将退货流程显示清晰，也可以在包装上标注好用户需要的退货信息。至此，我们的用户旅程地图就制作完成了，但是流程还没有结束，我们还有第8步：验证、细化和迭代。你可以自己过一遍用户旅程地图来进行验证，也可以使用一些测试。如果发现有可以让这个旅程图变得更好的地方，就可以继续进行完善、细化和迭代。比如这个旅程图在结账后好像缺失了一部分等待收到货的流程，在这里可能会更需要一些关于追踪货物物流状态的相关想法。这个项目使用用户旅程地图后，定义了他们的设计，最后做出了一些关于促销折扣和筛选一些方面的改善。你可以在项目网站中进行查看。并且为了让人们更加关注这个 App， 他们在优衣库实体店的区域设置了一个专门的 App 自助结账打包区，也鼓励实体店的用户去使用 App， 并同时解决一些排队的问题。这就是使用模板制作出来的用户流程地图啦。如果你也想要得到这份模板的话，可以在视频的评论区进行查看。一键3连还可以同时领取到其他优秀的用户旅程地图案例。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工具介绍方式，或者想要了解更多的设计工具，欢迎在评论区里告诉我们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